一个名叫护陈峰的网红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被瞬间蒸发了，不是封禁，而是彻底的格式化，连同他存在过的痕迹都被抹除得一干二净。有人说他口无遮拦，咎由自取；有人说他揭示了底层真相，是个勇士。但在我看来，纠结于他个人的对错，其实已经错过了问题的本质。导火索是那个安卓人与苹果人的标签，这个标签迅速将一个消费品选择升级成了一个残酷的阶层语言。网民们质问：你们不是说共同富裕了吗？为什么我的安卓人生如此艰难，连汉堡都吃不起几个？官方给出的解决方案非常清晰，网信办在9月21号发布通告，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专项行动，矛头直指所谓的恶意挑动负面情绪。这份文件简直就是为护陈峰量身定做的判决书，挑动群体极端对立，过度渲染消极悲观，每一条都精准地打在了他的言论上。中共这套操作流程非常娴熟，先选定一个示众的样板，然后通过一场运动式的打击，将一份白纸黑字的打击清单下发给所有平台。而平台为了自保，唯一的选择就是过度合规，宁可错杀1000，不可放过一个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护陈峰的处理是所有平台联动，将其连根拔起。但他仅仅只是一个网红，哪怕影响力再大，真的需要动用如此雷霆手段吗？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必须把视角从中国底层的社会情绪拉升到中南海的权力之争。我们先来拆解一下护陈峰究竟触碰到了哪几根最高压的电线。他看似只是在讨论消费品和生活方式，但实际上他用一种最通俗也最残酷的方式，同时引爆了3颗深埋在社会地层里的炸弹。第一颗炸弹是彻底羞辱了底层。比如有网友根据他的视频思路做了一个测算，在上海1个月的最低工资2740元，大约只能买105个巨无霸汉堡。这个购买力甚至不如越南的胡志明市和泰国的曼谷。这等同于把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这个官方最核心的承诺撕得粉碎。一位网友分享的真实经历，总说人家韩国人吃不起西瓜，但是我3年前买的房子还是有政府保障的，但是现在烂尾了。我不关心韩国人吃不吃得起西瓜，我只知道我要不是还有老婆孩子，可能早就想死了。第二颗炸弹是彻底瓦解了中产的体面。什么是所谓的中产？他们追求的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学历、房产、职位和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的优越感。他们需要通过消费一些特定的东西，比如国产新能源车，比如对中医的认同，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观。而护陈峰的言论恰恰是把这些被中产视为政治正确的价值一一撕碎。他告诉你，你家精心准备的年夜饭可能还不如麦当劳的炸鸡健康好吃。他暗示你看《三国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会降智，他实际上是在摧毁中产阶层赖以为生的优越感。而最致命的是第3颗炸弹，他无意中争夺了上层维系统治的叙事权。护陈峰做了什么？他成了一个叙事权的掘墓人。官方的宣传机器每天都在讲述共同富裕、国力强盛、稳中向好的故事，但他却通过一个个购买力挑战，通过对比中日韩的汉堡指数，让这些宏大叙事显得无比苍白和尴尬。一位网友做了个绝妙的比喻，一个捡破烂的乞丐资助了一个上不起学的小女孩，这叫正能量。但你绝不能问，为什么会有人捡破烂？为什么小女孩会上不起学？谁问谁就是负能量。护陈峰就是那个不停追问为什么的人。当这3条红线交汇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共同触发了中共治理中枢的最高警报，这才是他必须人间蒸发的根本原因。讲到这里，就引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：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为什么这个清朗行动恰恰在临近4中全会这个关键的政治窗口期集中爆发？这里面的权力斗争味道就已经非常浓了。我们可以把中南海想象成一个即将要召开年度董事大会的公司，老板习派想要的是证明自己过去1年领导有方，公司一片向好。
以便在大会上顺利通过自己后续的人事安排和未来路线规划。而对手反习派呢，他们最好的攻击武器不是在会上跟老板争吵，而是在会前把公司治理的一团糟的证据一件一件地扔到所有股东，也就是全党、全国人民的面前。我们回看一下从8月到9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，你就会发现这绝非偶然。从杨澜的传闻，到罗永浩点燃的预制菜之火，再到于朦胧的离奇死亡，最后是护陈峰引爆的阶层对立，这些能够大规模挑起民意的事件集中爆发，背后充满了派系之间借助民意相互角力的影子。这些民怨就像一颗颗炸弹，反习派把它们点燃扔出来，目的就是要营造出一种氛围，让所有人都质疑，你看你老习搞了这么多年，就把国家搞成了这个样子，我们凭什么还继续支持你的路线？面对对手用民怨这把刀子来捅自己，习派不能一个一个的去解释、去辟谣，那太被动了。他必须主动出击，要打一场仗，来证明自己才是掌控全局的人。这场仗就是清朗专项行动，而护陈峰就是当时民怨情绪最大的那颗炮弹。习派手下的网信办抢先一步，用雷霆手段把它给拆了，这就等于是从反习派手里把最大的一件武器给缴获了。本来护陈峰现象的存在是习派的失职，是减分项，但通过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，主动把它打掉，这件事就从一个社会治理问题巧妙地转化成了一次成功的维稳行动。这一棍子打下去，不仅让其他网红闭嘴，更是打给党内对手看的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我的态度，谁再想利用民间情绪来做文章，护陈峰就是他的下场。最近的传闻说，他在9月3号的所谓抗战80周年阅兵上，几乎就是一个道具，全程由张幼霞操控。他事后不甘心，又在9月17号以党中央的名义重新搞了一次纪念活动，想要夺回党内的话语权。但一个本该是7常委全体出席的重大党内活动，最后到场的常委只有他和蔡奇2个人，全程讲话的还不是他，而是蔡奇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可能在丧失部分军权之后，党内的总书记最高权力也正在被稀释。他现在急需通过一场强有力的维稳行动来重新宣示自己的权威，护陈峰就成了最合适的祭品。但护陈峰的倒下只是冰山一角，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里去看，就会发现一张看不见的巨网正在慢慢收紧。这张网的目的就是要赶在4中全会之前，把所有可能让老百姓炸锅的领域都提前管起来，让所有部门统一步调，不能再出任何岔子，更不能给党内斗争的对手留下任何可以攻击的把柄。这就像一场覆盖全社会的政治军训，他们正在同步筑起4堵高墙。第一堵墙是信任的定义权，以罗永浩炮轰西贝预制菜为引爆点，一场席卷全国的食品安全信任危机迅速发酵。官方的反应是什么？不是鼓励民间监督，而是迅速由国务院食安办牵头，加快推进所谓的预制菜国家标准制定。他们要把一个开放的民间讨论强行收编进一个封闭的技术流程里，把信任的定义权牢牢地收回到自己手上。以后什么是安全的，什么可以信任，不是由你的味觉和常识决定，而是由一纸国标决定。第二堵墙是真相的解释权。于朦胧的离奇死亡引爆了超过80亿的点击量，网民的质疑指向的是对真相的渴求，而警方的处理方式是光速宣布结论，酒后意外坠楼。对于汹涌的民意，处理方式更简单粗暴，谁提出问题就解决谁。通报的核心内容不是解释疑点，而是宣布抓了3个所谓的造谣者，处理了若干账号。这就是在告诉所有人，真相的解释权归我所有，任何民间的未经授权的真相探索都属于非法经营。第3堵墙是身份的控制权。9月20日，内蒙古锡林浩特公安局要求集中采集男性居民的血样，录入 DNA 数据库。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完善公民身份资讯，但与此同时，全国所有的民间寻亲寻子网站被勒令关闭。
中共背后打的什么算盘？一手抓，一手砍。抓是抓住你的生物学命根子，把你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串他们可以随时调取、监控的代码样本。砍是砍断你和别人抱团取暖的手。为什么要关掉寻亲网站？因为那是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，充满温情的互助平台。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，解决自己的问题。而最恐怖的是第四堵墙，是网络边界的进出权。9月19日，北京邮电大学宣布，第一代卫星互联网防火墙发射成功。这句话的分量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。说白了，以前的堵墙是建在地上的，总还能想办法找个梯子，找个缝翻出去透透气。现在，他们要在所有人的头顶上用卫星再拉起一道天网。这道天网密不透风，将来再想翻墙，可能就跟登天一样难了。这4堵墙分别是食品、治安、户口、网络，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节点办得又快又齐？答案只有一个，这是老板下的死命令。在董事大会开完之前，所有部门经理都必须步调一致往前走，不能有一个环节掉链子。因为只要有一个地方出了乱子，就可能被党内斗争的对手抓住，变成攻击老板治国无能的炮弹。我们把视角再拉远一点，就在护尘风被全网蒸发的那几天，在美国发生了一件看似不相干，但本质上却形成鲜明对比的事情。马斯克和特朗普在查理·科克的追悼会上握手言和了，他们都曾经是对方的激烈批评者。让这样2个超级人生赢家放下身段，承认过去的错误，重归于好，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。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，这种弟兄和睦同居的场面却可以真实的上演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美国那边也爆出了科技公司压制言论的丑闻。谷歌公司向众议院写信，承认在拜登政府的巨大压力下，删除了大量关于武汉病毒起源和2020年选举质疑的内容。你看，政府给科技公司施压，要求其控制言论，这在哪儿都可能发生。但区别在于什么？区别在于，在一个有制衡的体系里，这种事情最终会被曝光，作恶的公司会因为害怕新政府的清算而选择坦白从宽，而民众有机会知道真相。而在另一个体系里，这种压制是常态化的，是写在清朗行动的红头文件里的，是所有平台必须过度合规去执行的，没有任何人敢于事后承认，更没有任何曝光和追责的可能。所以，当下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。在这样一座4面高墙环绕，头顶还有天网笼罩的密室里，中国普通人还有出路吗？是需要变得更圆滑、更小心翼翼吗？但那样的生存是以交出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。